Hello，我现在在家里，然后大家应该能看到我背后就是乱七八糟的，有很多这种纸箱子呀什么的，是因为我这个月底我就要搬家了。就是我其实一直在加拿大是租房子住嘛，这个我以前的视频里有讲过。那我现在的这个房子呢，我从20年搬过来，差不多住了得有2年半吧。但是我的房东大概半年前跟我说，他不打算再续租了，因为他打算全家就是搬回来住。那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反感搬家的，因为我觉得搬家就是一件特别没有意义的折腾人的事情，就是你要把你的柜子里的所有的东西啊、衣服什么的全都拿出来，装箱好了之后，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再全都给拿出来，再重新装回柜子里。我觉得就是很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毕竟这个房子不是我的嘛，而且现在这个房价其实是很贵的。就是我2020年初刚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附近的房价大概是每个月1800到2000加币左右，可以租到一个1室1厅的房子，就是我现在这种的，然后尺寸大概在50-60平左右吧。但是因为要搬家嘛，所以我又重新开始看房子，然后现在的房价已经飙升到大概2300、2400左右才能租一个1室1厅的房子，而且很多还比我现在住的这个还要小。那其实如果住在加拿大，尤其是住在安省的人应该都知道，其实加拿大这边是比较保护租客的，就是除非房东他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全家打算搬回来住，否则的话他是没有权利去把房客从房子里驱逐掉的。那你说我去给房客涨价不就行了吗？比如说去年是2000一个月，现在我涨到3000一个月，那你付不起这个房租，那你自然自己就出去了吗？但是安省对于房价这个涨幅是有限制的，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子是修建于2018年之前的老房子，那么你每年的最多的涨幅，那根据我刚才查的就是2023年的这个安省的 guideline 来说呢，最多的涨幅就是每年2.5%。那显然如果每年2.5%的话，你从2000块钱再怎么涨，3年也不会涨到2300、2400，对吧？所以有些房东他就是也动了一些歪脑筋，就是他想去涨房租，但是呢他又不能驱逐房客，他就找了一个理由说我要搬回来住，先把房客给弄走，然后自己呢再把这个房子挂在外面去租，然后再把这个房租给涨了。但是这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的房东跟他说他要回来自住，就把他相当于不续约了嘛，跟我这情况类似。但是那个房东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搬回来住，他就只是为了把房客驱逐出去才这么说的。然后那个房客呢，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反正他就是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然后他就通过一些法律的途径把这个房东给告了。然后最后呢，法院判处这个房东要赔给这个房客1万加币的这个费用。朋友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开玩笑说，他不知道这个1万块钱要不要交税啊，因为加拿大是万税之国，基本上你任何一个收入都要交税的。那对于我来说呢，虽然理论上我也可以去监督我的这个房东，他未来是不是真的在这里住，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那个精力的。你就说我天天还要上班，然后我还要再找时间去盯着这个房东，去看他是不是在这儿住，或者说请私家侦探也好，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个精力，我也没有那个金钱，而且我跟我的这个房东其实这几年相处的都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吧。我觉得就是搬就搬走了，但是我可能考虑会在明年，最迟我觉得也是后年会买一个房子，因为我就觉得每年或者说每隔那么1-2年搬家一次，真的也挺烦人的。而且就是我的人生里，因为我出国留学2次嘛，然后我的搬家经历不说有20几次吧，但是10来次肯定是有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正好讲一讲我的这个留学的搬家经历吧。然后我的老粉丝都知道，我的第一个留学经历是在新加坡，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是申请南洋理工大学嘛，但是我的 offer 下来的比较晚，所以我没有申到宿舍，然后我就想说通过网上来找房子，但你知道你人不在某一个国家，然后你想通过网上远程的去看房，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不靠谱的。所以呢，我最后还是跟家里人商量，就是说我去新加坡之后呢，我先住酒店，住大概1周或者2周的时间，然后我去看房，看到合适的我再去租。然后我记得那个是13年的7月份，就是我刚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在牛车水就是 Chinatown 找了一个酒店住了得有1个礼拜左右吧。然后那个酒店也挺贵的，就是很小的一个房间，然后也没有窗子，然后好像1个礼拜花了我700多新币吧，具体也记不太清楚了。之后我天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去找房子，然后我大概花了2-3天的时间吧，在西边就是叫崩类那个地方找到了一个 condo， 就是一个公寓楼，当时是跟房东在一起住，然后我租一个房间，费用大概是900新币每个月，然后其实挺贵的，就是因为一个房间嘛900块钱，而且那个房间真的很小，而且它也没有独立的卫浴，你还是跟房东在一起住，就挺憋屈的。而且我记得我那个房东当时就是他的那个房子里是承诺是有空调的，但是我搬进去的第1天，房东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一个电扇吧，我希望你不要经常的开这个空调，因为你看咱家楼层这么高，然后也不会太热，你平常就开电扇好了，你知道吧？就是承诺有空调可以用，但是他实际上他又不希望你用空调。所以那个房子呢，我住了大概10来天吧，我就又去找了一个新的房子，就是在搬第2次。当然了，那个时候我刚到新加坡嘛，所以我所有的家当就是2个行李箱，所以就觉得搬家也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我记得我第3个房子当时是在学校附近 Jurong West 那个区域，然后我跟一个南洋理工的博士在一起租了一个算是2房东的一个房子吧，就是我们2个合租了一个房间，签到3个月，好像是700块钱还是800块钱1个月，反正比之前的那个房子要便宜一点。然后这个房子的优点就是它离学校比较近，理论上你其实步行就可以到达南洋理工的大门，可以直接就是坐红线或者蓝线，也可以到各个的教学楼，就是更方便一些。
些吧。但是这个房子呢，我觉得长久下来也不是个事情，因为2个人合住在一个小的没有独立卫浴的一个房间里，其实是挺憋屈的。而且我跟那个博士，我们俩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的差异。然后大概住了2个多月吧，我就听到了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学校其实是有公寓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它好像是刚修完 GH2还是 GH1，就是专门给研究生住的宿舍，它是刚翻修完或者新建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它有很多的这种空房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升上。我的同学就教我说，你去写邮件给学校 complain， 大概就是说你没有房子可以住，然后你每天住在外面，然后通勤很花时间，耽误你的学习，而且校外的这个治安呢也不好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困扰。然后我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然后果然好像没隔1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学校回复给我的邮件，说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房间。所以当时呢，我又很着急的去找人来帮我接这个房子。但是你知道，如果你找一个人去接一个2人合租的房间的话，那个是非常难的。如果你是一个单间的话，可能都还好。所以我到最后也没有找到，然后最后等于说就是400多块钱的押金吧，就是白给房东了。最后我还是就是顺利的搬到了学校的宿舍，虽然房间很小，只能放一张单人床，还有一个小的课桌，然后有一个小的柜子，但是它是有独立卫浴的。然后呢，厨房是公共的，洗衣间也是公共的，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后来我毕业之后呢，就搬离了那个地方，然后我跟几个同学在一起，又在社会上租房子，因为我们都开始工作了嘛。那我就记得我在工作之后，也就是步入社会之后呢，我一共租了2个房子，每个房子呢我都住了2年。那个时候因为我工作了嘛，我就有点小钱了，所以那个房子呢我都是一个人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单间，虽然是还要跟别人一起 share 厨房啊 share 客厅什么的，但是生活质量就比较高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房租好像每个月在1000块钱左右吧，再加上新加坡的税比较低，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的工作的收入比我现在在加拿大要低一些，但是因为交的税低，再加上房租又省钱，其实我每个月攒下来的钱还是不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攒了4年的钱就可以飞到加拿大，重新开始第2次的人生。那接下来说说我来加拿大之后租房的事情吧。那我来加拿大呢，一开始呢我就是升到了学校的宿舍，它有一个专门给 graduate student 还有 PhD student 他们专门准备的一个楼，然后那个楼里有很多的空房间。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是申请到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型，虽然那个房子很老啊，那是一个很老的公寓，里面的一切东西都破破旧旧的，但是那个房子的空间真的很大，大概得有快70平了吧。我觉得一个人住70平真的很奢侈了。然后每个月的房租也蛮便宜的，好像才1100块钱，真的好便宜。我在那里住了大概2年吧，然后住的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离学校很近，步行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学校就是阿尔伯塔大学嘛，它不像南洋理工那样就是有很复杂的那种山路，你完全就可以通过步行的方式在学校里的各个地方通勤，就不用再坐车了。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方便的。那后来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又开始搬家。我已经算不清楚这是第几次搬家了，反正陆陆续续的搬了很多次家了。当时因为我还在找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疫情，所以呢投简历的话就是听不到一个回响。我学校的宿舍到期了，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然后新的工作呢在哪个城市我也不确定，所以我就只能先在埃德蒙顿找了一个地方暂住，大概就是跟几个人一起合租一个房子吧。然后那个合租的期间呢闹了一些不愉快也就是坚定了我后来就是不打算跟别人合租的一个信心。也就是之后虽然说一个人住很贵，但是我还是就是不跟人合租的。接下来就是我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很抓马的事情，就是我当时面了2个公司，先是面了 A 公司，之后又面了 B 公司。当时 A 公司的 HR 呢，在我面试完了之后，他跟我说他觉得我的条件不错，然后可能会发给我 offer， 但是后来就没有消息了。然后那个时候 B 公司也给我发来 offer 了，我当时就比较纠结，我要不要再等 A 公司，因为 A 公司比较大， B 公司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小。但是因为我实在是到最后也没有等来 A 公司给我的答复，所以我就先去 B 公司了。然后 B 公司因为他在温哥华，所以当时我就从阿省的埃德蒙顿搬到了温哥华，然后找了一个公寓。然后那个公寓我当时记得是1800多块钱1个月的房租那个公寓我还是蛮喜欢的，虽然是个 apartment 的，但是它就是挨在海边，那是一个海景房，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打开窗帘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真的非常的美。那我在温哥华呢大概生活了3个月吧，然后就在我生活到第2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又接到了 A 公司 HR 给我打来的电话，然后他跟我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位置空出来了，然后打算把这个 offer 发给你，你要不要来？然后当时呢我也是跟 A 公司讲，就是说我当时因为等不到你们给我的答复，我现在已经去 B 公司了，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从 B 公司很快的辞职到 A 公司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的话，那么你们就给我发 offer。 然后他们就给我发 offer 了。但是当时我刚搬到温哥华才2个多月，我才刚找到房子，然后我才刚把那个房子都买好了，家具布置起来，然后我就要搬走，而且我的这个 A 公司在多伦多，当时就给我弄得整个就快崩溃了。先是联系朋友介绍的中介，在多伦多远程看房，也顾不上什么自己看房这些事情了，就完全就让中介帮我看。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紧急的去找人去接我的这个温哥华的这个房子的 lease。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托朋友找到了一个人，我当时是把所有的家具，包括什么55寸的彩电，全都免费的送给这个人了。我还帮他白交了1个月的房租，总算是找人把我的这个公寓的 lease 接下来了。不然的话，我真的是要亏大了，因为那个 lease 我签的是1年，只要是这个公寓方他不能找到下一个人来接我的这个房子的话，他每个月就要从我的银行卡里去扣钱，这个是我很难接受的事情。所以我最后虽然吃了一点亏吧，但是我还
是把那个房子给租出去了，然后我就赶紧又飞到了多伦多，住了我现在的这个房子。所以整个的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挺折腾的，然后也坚定了我对于搬家极其厌恶的这个想法，因为真的是很辛苦，很折磨人。但是没有办法，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是定下来了，然后很快就要搬走了。但是我还是就是一开始说的，我可能会考虑明年或者后年买一个房子吧。虽然我也认同一些人的观点，就是说租房可能是会更自由一些，因为你买房的话，你肯定要还房贷，对不对？我不可能说有钱去全款买房，那还房贷的话，就相当于成为了一个房奴。但是我觉得房租它是一个刚需吧，就是你交房租的话，每个月你也要交那些钱。但是如果你买一个房子，你还房贷的话，你也是还那些钱。那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呢。而且多伦多这个房市吧，我是感觉就是它的房价有可能轻微的下跌，但是它不会跌得太厉害。就是这个房子终究它还是一个资产，而且因为加拿大这些年还是在不停的吸引移民，那这些新的移民，我觉得他们还是需要有地方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房价从长远上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不太容易大幅度的下跌。那今天就是随便讲一些我个人的故事吧。如果你也有一些就是租房啊或者搬家的这个有趣的事情，你也可以在评论上面给我留言，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不多说了，我要接着去整理我的这些箱子，打包我的这些个人用品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可能你下一次看到我的这个视频背景就不是现在的这个背景了，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拜拜。